这辆就是那一辆108匹 Gazoo Racing Vios， 我的 Proton Statria Neo 原装 Stock Car 引擎，只是改了一套 Exhaust System， 我要比它更加大马力。好，各位，我要讲话。Hello， 大家好，我是威伦。OK， 算了。大家好，我是威伦。那么今天呢，我带大家看一下我的车，这个其实是一个 Honda Jazz。那么它现在呢就完成了这个 remap， 现在 dyno 了啊，哇，拿到103匹啊 ，with filter without filter 109匹哈。那阿豪啊，还没有去 dyno 啊，他跟我讲他 review 那辆车要去 dyno， 还没有 dyno 嘞，还没有那个见真章的马力在那里，没有成绩出来的。他快点出一个成绩给我看一下是怎么样，看一下会不可以拆带我的 Jazz， 我们来个 drag race。来，你来，要跟我 drag race？ 你的车才多少马力哦？多少马力了啊？103匹啊 ，with filter 多少了啊？103匹啊，多一次，103匹啊 ，with filter without filter 109匹，100几匹马力。你懂这是什么车吗？这辆是 Proton Statria Neo CPS， 一听名字就很 power 了嘛，是不是？而且啊，这个东西我是还没有装上我的车啊 ，CPS controller 来自 Warp Engineering 的啊。等我装了这个东西 ，vroom vroom vroom， 这个马力会更大、更够力、更 powerful 啊。这个还没有装啊，今天没有装，改天我才去装，今天没有空。今天呢，要上 dyno 之前呢，要先把我的这个轮胎的气压那些全部check好来。今天我手上就有收到一台来自70迈的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赖版，小小一盒，非常精美，很可爱。还有这个机器本体小小一台，这边呢可以看到它是有一个太阳能面板，所以讲是不用插电，它也可以使用这个太阳能的方式啊来操作的。不管你是便宜车、贵车，这个什么车都可以装的，但是安装过程啊就要考验你们 DIY 的功力了。我们可以看到盒子里面有这个一粒一粒的，就是拿来装在轮胎的那个打风盖那边。我们现在来装一粒给你看。OK， 安装方式非常简单，就只需要把这个原本的打风头啊转下来，然后再把这一个它原本盒子里面给的铜制的螺丝锁在这个位置。OK， 先把它转进去，然后再拿出相应的这个非常容易。你看它写 RR 呢，就是 rear right， 有 F 的话就是 front， 有 L 的话就是 left。好像我现在装的这一颗轮子呢，这一边是驾驶座的后面，然后一样把它绑下去，像锁螺丝的方式往右边转，转紧了过后，你再用这个盒子里面附上的小 spanner， 把后面这个铜的螺丝跟它一起绑进来，这样子哦，可以确保它在行驶的时候不会飞掉啦。OK， 现在我们来把这个东西开机一下。OK， 刚刚我们装了一个轮子吗？这个轮子这边哦，就有出，它现在是 2.08， 然后轮胎气温哦是35度，所以现在我只需要把4颗轮子都绑上去，然后我再把这个东西放在我的车的 dashboard 上面，我就可以实时监控我的车子的轮胎 tire pressure 还有温度。几百千的车有些都没有啊，那我现在这辆便宜的 Proton Statria Neo 却有这一项功能，真的是 is the best 啊！据说啦，它的风啊胎压如果不够的话，这里也会出现一些 warning。就会哔哔哔响啦，所以这个东西其实是对安全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OK， 如果你们也有兴趣想要买到这一套70迈的 Tire Pressure Monitoring System 的话呢，都可以到我影片下方 description 那边找到它的购买链接，点击进去你们就可以查看到价钱了啦。OK，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我的这辆 Statria Neo dyno 过后拿到什么样的一个成绩啦。Let's go！ 今天这一集啊有一点够力，因为我的 Statria Neo 第一次要上 dyno 跑步机了啦，要去试一下我的这辆 Statria Neo 啊，到底在这个还没有做过改装的情况下，它的引擎动力输出会是多少匹马力？那现在 R Engineering 的团队呢，就已经把我的车架来他们的这个 dyno 房后面了啦。目前引擎方面呢，只是做回原装罢了哦，就没有改到任何引擎的东西。但是之前有提升到一下 Max Racing 的 Exhaust System， 所以今天呢就要看一下我的这一辆 Proton Statria Neo 到底在这一种比较接近于原装的情况下，可以跑出一个什么样的马力值？觉得我这辆车不单只是要拿来做回街用，可以的话，我想要开我这一辆车，有机会可以跑一跑 track day 啊，那个感觉应该会是更好的啦。所以既然要做这个系列，就要把这个系列做到极致。在极致之前，我们就要先知道一下这个小学生啊，他原本的成绩是怎么样，我们需要在哪一项科目方面做到一些补习。所以现在呢，就把这辆车架上
Dyno Jet 的 Dyno 机上面。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成绩啦。在看到等一下的成绩之前呢，如果你们是刚刚进来这个频道，刚好今天才知道有这个系列的话，这个系列已经来到第10多集了啦。所以如果你们有兴趣看我怎样把这一辆买回来是一辆残的二手车，把它变成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样子，甚至接下来还会把它开进10磅体验 track day 的一些过程的话，记得要订阅我的 YouTube channel， 还要把小铃铛跟它嘟下去。所以你们也可以到我频道的 playlist 里面找到这一台车的整个系列啦。那些工作人员呢，就是在把它的轮胎还有车身做一个固定不然等下在拉油的时候300匹马力嘛，很有可能会冲出来，所以要把它绑好固定好。然后后轮是没有驱动的，所以后轮要放一个 block顶着它。他现在是在用那个 Richard Belt 来把这辆车整台固定起来了。我自己是很期待看到等下的成绩因为我不知道我这辆车跑出来的成绩会是怎么样。有些人可能看到这里就会在想，我的车都还原装，都还没有改东西，就拿来上 dyno 了，是不是很浪费啊？但其实我觉得先上 dyno 是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好像学生他们不知道自己的成绩哪一方面是强项，哪一方面是弱点，所以要进行一个考试，看一下哪一个科目考得比较好哪一个科目考得没有那么好我的这一台车也是一样的情况现在就先上 dyno 跑一跑，然后我们等一下就可以知道我这辆车有什么地方是要加强的，什么地方是要做到一些改装，那就不会花冤枉钱OK， 现在他在做一些固定我们等一下再看一下这辆车跑出来的成绩是怎样的啦。Let's go。OK， 刚才已经上跑步机跑了一趟啦。我的这辆 Proton Satria Neo 呢，在 Proton 官方的 brochure 字面上面是讲我这辆车呢是有125 horsepower， 但是那个是引擎的马力输出，而不是 on wheel 的马力输出。刚刚我们试的呢是 on wheel 的马力输出，然后刚刚拿到的成绩是114匹 horsepower， 就是比官方的那个数据少了一个10匹左右。然后我刚刚问了这边的技术人员还有他们的车队的赛车手，是讲这样子的经过引擎，然后再经过牙箱，再下出来轮胎，再传达到这个 Dyno Jet， 也就是这一台 Dyno 跑步机过后拿到的数据，有减一个10匹马力左右，是属于一个完全正常的现象。所以呢，很喘。虽然是他在跑步机，可是我看了也是很紧张，也是很喘。这样子的折损拿到114匹 horsepower 的成绩，我个人还是觉得 OK 的，毕竟是 stock car 原装引擎，扭力方面也只有14公斤左右的扭力，所以我这一台 Proton Satria Neo 在扭力方面、低转方面表现呢就不是很好尤其是在慢速行驶的时候那个转速在5000之前，几乎这一台车就是没有什么力啦。然后我们也是有参照了 Vios， 也就是那一台 Gazoo Racing Vios 我之前在10磅开的那一台，它的马力是比我的小，是差不多108匹马力，但是它的扭力方面呢，会比我的来得高，而且它的马力的爆发峰值会比我的 Satria Neo 来得更加早，所以这里就可以看得出为什么我在开那辆10磅 Gazoo Racing Vios 的时候，我觉得明明它的马力应该不会大过我的这一台 Satria Neo， 但是驾起来就是比较有爆发力的感觉。所以现在我也算是弄明白了，马力大未必就是王道，而是要你的马力多
快来到才是王道啊！我的现在这辆 Satya Neo 呢，马力峰值啊，要在5000多转才会开始爆发，然后扭力也不是很高，所以刚刚跟 R Engineering 的技术人员还有车手聊了一下过后，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我这台车是需要时常开高转的。那现在我们知道要开高转才会拿到那样的马力吗？才会有那样的动力表现吗？那么我们听到高转啊，就知道那个引擎的负担就会比较大，引擎的负担大呢，就会更加的发热。那么经过刚刚的讨论呢，是觉得如果我的车要时常这样开高转，要时常维持这一种高马力的方式行驶的话，那我的 radiator 就要换 aluminium radiator。还有大风扇啊，这样至少在我开始改这辆车之前啊，我先给他看一下医生，先知道哪一些地方是需要改进，是需要调理的啊。现在我很明显可以知道我的这一台车是要改 radiator 了啦，换了 radiator， 我们再来想一下要把马力提升的方法是有哪一些啦。OK， 我的这辆 Satya Neo 就今天上考场考试一下的影片就先到这里啊，这个影片比较简短。最主要还是要让大家知道我的车刚刚拿到什么样的成绩啦，接下来还有什么后续发展啊。最后我还是希望我有机会可以把我这辆车驾进Sepang，我希望我可以跑出比我驾 Gazoo Racing Vios 还要更加快的圈速，没有错，就是它 Gazoo Racing 的 Vios。所以今天这一集就先到这里，非常感谢 R Engineering 给到我一些非常好的 advice， 教我怎样玩赛车，教我怎样玩跑车，也要非常感谢 Cherry Cars 一路以来的合力播出。如果你们想要找新车、二手车、recon 车啊，还是什么新车新闻消息的话，都可以到 Cherry Cars 上面逛逛一下啦。好啦，今天就先这样子，我们下一集影片再见啦 ，Goodbye。